大家好，应该还记得我这一支补了再补的进气软管吧？小蚂蚁。今天趁着我要把它换成矽胶管的同时，我们顺便来聊一聊，到底需不需要改装矽胶管？在聊矽胶管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原厂管，原厂的橡胶软管。我这支管子之前我有拍片介绍过，就是因为这边裂掉，导致这边在偷吸气，然后前面的空气流量机就会侦测不正常。因为空气流量机它必须去计算通过了多少气流，然后同时喷油嘴该喷多少油。然后如果你这边开始偷吸气的时候，空气流量机那边侦测不到流速，它就会让喷油嘴的喷油量减少，就变成你在怠速的时候，它就会抖动，甚至快熄火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为什么会换矽胶软管呢？因为我车子说实在话，我前一阵子开还是很偶尔的会抖动。虽然我上一次检修，我有发现好像是我那个空气流量机的插头没有插得很紧，因为我稍微搬动一下，那个怠速在抖的时候马上就好了，瞬间就好了，所以很可能是那个关系。但是因为我这支管子真的硬的不像话，一点压都压不太下去，太硬了。橡胶的缺点就是因为会硬化，然后你们看哦，空气滤芯盒它是跟车身固定在一起，然后引擎它基本上它是透过引擎角固定在车上，所以变成说你引擎会动，空气滤芯盒是不会动的东西。但如果你让一个会动，一个不会动，中间是一个硬连结的话，你就会变成可能会有一个震动感啊，甚至可能会导致一些这边锁点的一些松动都会。然后其实这样看应该看得出来，改装的进气软管比较大，比较粗。它除了两个头的口径是一样的以外，基本上它中间这一段你看很软，它中间这一段会比较宽，就有点像以前玩喜美的时候，无线不是有出支大肥肠一样的道理，它就是让管内的空间大一点，当节气门在瞬间开启的时候，它能够瞬间吸入的量会比较大，是这个原理。那我刚刚也有讲，我偶尔还是会有抖动，所以我刚刚就是检查这边有裂，虽然这边可能不会影响到进气，但是毕竟这么硬的东西，这边做皱褶做波浪状，就是因为要让它抖。然后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换掉，行驶感受会好一点。然后这个是我换矽胶软管的目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谈，到底需不需要改装矽胶软管？因为目前市售的矽胶软管多半都是，比如说上水管啊、下水管啊，然后这次废气回收管啊，然后一些水管类，还有进气软管。目前市面上多数买得到的产品都是这几类，会有出改装的矽胶管。那矽胶管的好处就是它不会硬化，然后它比较不容易被吸扁。它软，但是它有一定的支撑性，
像我看过很多朋友改水管，他会把上下水管也都换成细胶管。但是我是觉得，如果你们要把上下水管改成细胶的时候，就是有关水管的东西，你要把它改成细胶的时候，我会建议你们要先考虑一下你的水箱状况，因为像原厂这种橡胶的上下水管，它很软，轻轻一压就压动了。但是如果你是改装细胶管的话，它比较硬。像如果真的引擎水道里面压力大的话，原厂的这种橡胶管，它会稍微膨胀，它会去承受那个压力。但是如果当你改装成细胶管的时候，它因为很硬，它的那个支撑性会比较好，耐压性会比较大，它不会，这样讲好了啦，压力大的时候它会膨胀，去承受压力，它会减少水箱必须承受的压力。但是如果你换装细胶管的时候，它膨胀的系数非常非常低，然后是不是所有的压力都变成是水箱在扛？然后像我们一般的水箱，现在都变成是这种压合式的，它就是上下，它主体是铝的，但是上下都是这种塑胶，类似 ABS 的材质。然后你看，它就是靠这个。它就是靠这个一格一格的、一片一片的，去把这个上下盖子压住。当你水箱旧了，多半水箱会坏掉，就是因为内部压力过大，或者说使用久了，因为水箱跟上下盖之间它有一层橡胶，那层橡胶久了，它也是会硬化龟裂啊。就变成水箱坏，多半都是因为这边造成。所以我是觉得，如果要改装细胶管的话，当然有这个预算是可以，只是必须考虑到水箱状况。可能有的人已经换了全铝的水箱，那当然就直接换细胶管没关系，因为全铝的水箱它的抗压性、抗压力也很高。有几个朋友，他们也就是应该是说，他们就很贸然的换了上下水管，运气好的都没事情，运气不好的换了没多久，水箱就坏掉了，开始漏，因为变成你的橡胶管、上下水管，它的膨胀系数变很低，那个水道里面的高压出来的时候，不像换高压水箱盖一样，当你的压力，如果你换太高的话，当水道压力起来的时候，它无法把压力排出去的时候，它所有压力就变成是水箱在扛，水箱在承受。当水箱承受不住那个压力的时候，它就会开始从它最脆弱的地方开始往外释放。所以我是建议，如果真的想要改装细胶管的话，进气软管是不错的选择，因为以原厂管来讲，原厂的我刚刚给各位看完那是原厂的进气软管，会硬掉，然后会龟裂，会导致漏气啊、透气气这类的，会造成行车上的不方便。你换装细胶管的话，就比较没这个问题，但是可能每家出的细胶软管可能都或多或少会有公差。像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它这边有点太长，会变成把我的空气滤芯盒往外推。你看哦，像我现在这边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，这边就比较开，这边是还 OK， 我只要推上来就可以了。有没有？我这边已经快合住了，这边还是很宽。所以说改装细胶管可能
还要必须克服的就是公差的问题，可能要稍微做点修改啊，诸如此类的。哦，我忘了说，那我还会再换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这边也裂掉了，有没有？这边都裂开了，变成我插座的时候，有可能这边也在透吸气，因为这边只要透吸气的话，空气流量计它的侦测的流速就会有些微的变动。我在想，会不会是也有这个可能性啊？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好介绍的，就是你把上下的这个束环铁扣解开以后，拔下来再装回去，就这样子而已，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。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公差的问题。只是你们在像矽胶软管，你们在修的时候，你不能这样子切哦。譬如说，我现在这边过长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说切直的，会导致它一直在裂。因为矽胶管它是一直缠绕，你只能横切，你不能竖切。你竖切的话，可能会导致你的矽胶软管提早报废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矽胶软管的换装，跟是否需要更换矽胶水管，这个可能比较见仁见智啦。只是我对矽胶水管的感觉是这样子。那今天这个简单的介绍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